蝴蝶聚集进攻地球，人渣奥吉无儿难留啊！我是瓜皮儿，和平使者前情提要：史密斯暴杀格兰泰工厂，团队发现蝴蝶的数量远比想象的多。这经历让众人超越同事，成为伙伴。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蝴蝶计划的领导人穆恩，他本人就是蝴蝶。里奥塔意外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但想象中的杀人灭口并没有发生。哈考特赶到基地，两人对里奥塔发起了 talk。穆恩的确是蝴蝶，但掌控这具躯体已经很长时间了。穆恩生前是个带恶人，掌控他会减少很多负罪感。蝴蝶内部也分成两派，一派主张占领地球，另一派主张隐居地球。进攻派的代表蝴蝶便是议员罗兰脑中的领袖伊克斯塔克斯一克。穆恩的任务就是保护地球，攻击同伴，所以他希望里奥塔保密，这件事不能和任何人说，尤其是阿曼达。冉胡格是知道的，只不过他知道但不完全知道。 Does the Cunimals know? He sticks his fingers in his ears every time it comes up. He doesn't want Waller knowing he's keeping something from him. Adebayo knows Mern's a butterfly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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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no. I don't hear you. I don't hear you. So he literally puts his fingers in his ears. Yeah. 这一天，史密斯受邀参加了熊孩子快问快答，下面的孩子们一一提问。风筝人背着风筝飞，难道不会因为地心引力摔下来吗？牛顿不管这边啊，你有没有一票劲敌啊？史密斯，蝙蝠侠是个剖析啊。又有孩子问你见过闪电侠吗？史密斯表示见过，他是个混蛋，还说神奇女侠暗恋自己。有个孩子问起宠物，就吐槽英英的名字太逊了。史密斯怼天怼地，却怼不过熊孩子。最后提问的便是贾米尔的女儿，他想知道和平使者这个超级英雄的起源。Not in a traditional sense. Any more questions? Skadions. Did you know Becky Coolidge? Haven't seen her in like 10 years. I think you might be my real dad. What? 这一次出场可把贾米尔高兴坏了，孩子终于有了个能吹一年的亲戚，这让他态度180度大转变。之前说史密斯不如海王， Peacemaker. Get out of here, motherfucker! You a fan? There's no superhero called Peacemaker. Aquaman, he's famous. Fuck Aquaman. No, man. 现在一口一个超英老哥的叫着。 Baby, don't you worry. Daddy knows a superhero. 同时，奥吉这个酸萝卜别吃也被无罪释放了。宋警官托关系还是很硬的，临走前这次还侮辱了东方人。 That means my haircut looks like a donkey took a shit on my head. See ya. 宋警官本来回怼得很满意，比起上次的吵架，他有经验了。结果搭档横来一句是尴尬又没趣儿。Wouldn't want to be ya. 洛克警长得知此事，奥吉已经出狱，他只能告诉宋警官：“你惹了大麻烦了。”奥吉出狱就策划起了复仇，他要把史密斯杀了。拖车上，史密斯为了蝴蝶几口粘稠物，这都是他偷着摸着弄的。没一会儿，蔡斯就找上了他。 Come in, Adrian. How did you know it was me? You knock in a very annoying way. 见蝴蝶还在，一阵发凉，跟自己打招呼。这虫子前不久差点砍了自己的脚趾，史密斯却并不担心，养这种危险的宠物会显得自己很爷们儿。两人突然皱起眉头，蝴蝶用粘稠物画了一个反战的标志，同时长绿城警局近乎全员出击，只为逮捕嫌犯和平使者。都是真刀真枪真家伙上阵的。洛克立马通知了莫恩，后者又试图联络史密斯，然而史密斯的手机是静音，他正和蔡斯盘问叠叠。两人发现这东西的智慧很高，语言不通，那就回答是或否。蔡斯就非要弄明白这蝴蝶喜不喜欢青色，自己的制服就是青色，说不准有共同爱好。为此两人吵了一架。蔡斯吐槽他的朋友都不会说话，史密斯又骂他脑袋缺根筋，问这种无聊的问题。 Two fucking rules. Two. One yes or no. Two, don't be a fucking moron. Try introspection on that, motherfucker. Sorry. I do surround myself with things that don't talk back. Dude, fucking I'm talking. Listen. I'm getting this weird feeling that you're angry. Ah! 直到警方包围了拖车，两人仍然不知情。他们问了一大堆问题，全都没有问到点子上。摩恩心急如焚呢，冉胡哥却提醒他打给蔡斯试试。马上，蔡斯接了。 Vigilante, have you seen Peacemaker? Vigilante? I don't know that person. I can't even. What's so urgent, Mern? If you're at home, get the fuck out. 两人透过窗户往外一看，警察近在咫尺了。史密斯带上英英和蝶蝶就爬上了天窗，在警方破门前消失在了屋内，但周围仍旧是封锁状态，只得挂树上等待机会。翻了个底儿朝天，警方找到了和平使者的日记，这下子证据确凿，和平使者就是个变态杀人魔。只是可怜史密斯都不知道日记是什么玩意儿。生命关头，英英还在地上玩垃圾，好似狗子要吃屎，而你声嘶力竭地喊着别吃啊！他们的动静吸引了宋警官，蔡斯打算来个空中处决，但这想法马上被史密斯否决了。
令他更蛋疼的是，蔡司没开义警车来啊，这家伙是打网约车来的。他本意是奔着喝酒见面，就这么一闹，人暴露了，蝴蝶也跑了。首领蝴蝶直接寄生在了宋警官体内，两人不敢停歇，拔腿就往树林深处跑去。鹰鹰一路开道，佛挡捉佛，人挡捉人呢，一个鹰就是一个军队。就在两人被包围之际，洛克赶到，不带一丝怜悯的枪毙了所有警察，甚至有一个还处于昏迷状态，不知死因呢。他的残忍让史密斯心惊，两人开上洛克准备好的车，逃之夭夭。宋警官死了，但没完全死，这把搭档吓坏了。他们直到树林深处，就发现了洛克和3具尸体。洛克振振有词，他看到一个条纹衣、红领带的蒙面人突然出现，把人杀干净了。宋警官和搭档一头雾水，但很快就想明白了，洛克说的不就是麦当劳里的汉堡神偷吗？宋警官也清楚洛克不是好人，他要用其他办法处理此事。同时，洛克把和平使者的日记以证据为由私藏了，他还是要给穆恩擦屁股的。这一消息传回来，穆恩有些恼怒，和平使者怎么会有写日记的习惯呢？廖塔自然是隐藏得很深呢。史密斯和蔡司还在疾驰，他本想打电话通知哈考特，哪知蔡司反应激烈，直接把手机砸了扔了，还一脸得意地表示咱这反追踪习惯还成不？史密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。It was a secure phone. I can't fucking track it. Oh. 他还在为洛克无情击杀警方的事后怕，反观蔡司却显得从容，还讽刺史密斯有点过于圣母了。这事出在一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和平使者身上，就让蔡司想不明白是为何了。史密斯夺过蔡司的手机，直接自己生日解锁，历史记录不堪入目。 Taylor Swift's sexy butt. What? 蔡司倒是不在乎这些。回到基地，史密斯先否认了自己写日记的事儿，又传了一个噩耗：蝴蝶寄生在了警察身上。他的本意是自己查出真相，团队总是有着秘密瞒着他。关于宋警官是亚洲人还是东方人，几人各执一词。因为时事敏感，史密斯让大家别拿东方人说事儿，但廖塔却表示对号入座才敏感呢。贬义和褒义是人为的，与称呼本身无关。现如今，蝴蝶老大寄生在了警察身上，关键还是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青涩呀。史密斯走到穆恩面前，说出了洛克所做之事。此事也让穆恩一惊啊，他本身跟洛克也不熟。就在此时，染胡哥找到了线索。原来几小时前，廖塔和哈考特重新调查了监控，定位了一辆长期为格兰泰送配料的货车。染胡哥追踪到了这辆车的始发地，是一个名叫科夫戴尔的农场，那里的地下可能藏着一头奶牛。这是团队起的名字，就好像牛奶挤在牛身上。蝴蝶所吃的粘稠物也是从某种生物身上挤出来的。穆恩的计划是断粮，没有食物，蝴蝶自然会灭绝。几人聊的东西让史密斯一脸懵啊。You think me and Vigilante are too stupid to notice? Which one's me and which one's Eagly? Okay, you're half right. 对于几人的隐瞒，史密斯有些难过，他可笑自己竟然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团队的一员，但没有人给他解惑。穆恩就下令收拾东西，明早出发。宋警官回到了警局，爆改了自己的电脑，为蝴蝶们发去了集结信号。望向搭档，他坦白宋警官曾对你有好感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他让男人享受当下，随即露出了友好的假笑。搭档就没明白啥情况，而洛克也偷偷藏好了日记，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夜里，天空出现了无数光点，他们聚集在了宋警官面前。这每一个光点都是一艘蝴蝶的飞船。首领发出号令，叠山叠海紧随其后。警局还没有反应过来情况，便已经全军覆没，包括搭档洛克在内，所有人都成了蝴蝶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准备进攻地球。奥吉此时走进了多维度仓库，部下们为其穿上了白骨龙战衣，随后整齐下跪，喊出白骨龙万岁。人渣奥吉准备亲自出手斩杀史密斯，这儿子留不得呀！一场混战悄然而至，廖塔还在自责于背叛了史密斯，他是既不想让母亲失望，又不想让队友难过。妻子让廖塔别给自己压力，麻烦那就辞职。经济方面他会想办法，大不了收拾东西回哥谭呗。难怪廖塔这么淳朴。史密斯这件事每个人都有些内疚。哈考特熬夜为他刻上了和平鸽标志，虽然方向反了，但史密斯还是很感谢他。而他终于说出了实话，和平鸽只是借口，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再杀人了。但外星人还是随便杀着玩的，从初次见面的不靠谱大混蛋，到现在有一丝原则懂了人情味儿。史密斯的改变他们有目共睹，哈考特认可了他，也是第一次对史密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艾米莉亚。基地没人了，史密斯独坐在钢琴前，铁汉柔情。这曲子从平缓到激进，过程如心电图般起起伏伏，象征着史密斯那不堪入目的过去，同时也是一个从绝望到希望的转变。此曲也的的确确是赵喜娜演奏的，没有替身，没有特效。警方召开了发布会，公布了和平使者日记上的内容。日记上记载了外星人入侵的事儿，但警局不相信，认为这是和平使者为自己杀戮找的借口，同时全国通缉了史密斯。 What the fuck? 这是本剧第一次提到哈考特的名字。漫画中，
哈考特其实是恐怖组织派来阿曼达身边的间谍，结局和身世和剧中一样悲惨。因为 DCU 的世界里没有哈尔这个灯侠，所以截止到第6期，和平使者除了钢骨，已经骂过了正义联盟所有人。剧中蔡司的历史记录里有泰勒的屁屁，不知这是否在影射美美泰勒斯威夫特的摸臀案。而和平使者被叫到小学生面前发言，其实那边就有这种习惯。亨利·卡维尔的侄子就总是炫耀他叔叔是超人，但没有人相信。直到有一天，亨利送他上了学。又比如休·杰克曼的儿子靠着调侃金刚狼来泡妞等等。超级英雄们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省油的，但他们的英雄情节却特别高。蝶蝶画出的反战标志，这就引出了2种猜想：其一就是莫恩是对的，蝶蝶才是坏的一方；其二便是蝶蝶是对的，莫恩从头到尾都在说谎。但是我感觉这剧不会有2这种反转，才是最大的反转。本集没有打戏，全靠剧情在为决战铺垫，俗称结局前的最后一水啊！接下来的2集大决战或许会一一解开谜题，到底是父慈子孝还是虫子内战呢？且看下集《和平使者》。